好，我们今天分享3则苹果新闻，那还会讲到 iPhone 18，会不会有点太快了？好，那今天3则新闻跟大家分享。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苹果相关的新闻或是科技新闻非常有兴趣，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讨论群，苹果讨论群，那或者讨论科技都可以。那我们会把链接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再去参与。好了，最近有非常多 iPhone 17相关的爆料，不管是 Air 或是 Pro 系列啊，还有上次影片我们有讲到即将要推出的三星 S25 Edge， 那好像今年这个就是超薄机的市场。但据说呢 ，iPhone 可能在20周年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改变，但是18又刚好是在那之前。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传闻，会不会其实是在下一代 ？OK， 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这些新闻吧。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到 AirTag 的新功能。那其实，在 iOS 8.2 之后呢，不管是 AirTag 或者你今天用的是第三方的这些，只要跟苹果有官方合作的这些追踪器的话，他们多了一个新的功能。那这新功能呢，我觉得可以很直接解决很多人出国最害怕的问题，就是行李不见。那现在你不管是选到你的 AirTag， 或者只要在这个 Find Me 里面的这些追踪器的话，你就看到下面多了一个选项，叫做 Share Item Location。那简单来说，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会问你说，是不是确定要分享？你在选择确定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连结。那你可以把这个连结分享给你的航空公司。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不止你自己可以知道说这个行李的位置在哪里，那分享给你现在在所飞的航空公司，也可以帮助他们随时在追踪说，你的行李到底跑到什么地方。那这个功能也很方便啦，就是当你分享完之后呢，这个行李回到你身边的时候，这个连结呢跟这个分享也会自动失效，所以就不会怕说你的隐私去分享给别人。那现在不仅是美国的3大航空都已经支援，在台湾呢，我们也看到华航也开始支援这项功能。那我们知道，其实出国很多时候行李掉，就是它很大的一个几率是可能在转机的时候掉，或者在转机的时候没有跟上飞机。那通常这种情况，你都要去提供航空公司你上面的那个编码的这个号码，然后让他们去找。但如果你自己有 AirTag 的话，但你就至少可以知道说它可能在什么位置啊。但是这种时候你要持续跟航空公司再去做联络，说，我现在看到我的 AirTag 跑到哪里。所以当你今天直接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航空公司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帮助你随时去 track 说，到底你的行李跑到什么地方。所以个人觉得这样子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直觉，而且也非常适合 AirTag 的它的使用模式。那当然，既然要分享，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分享给其他人，但这个就看你自己要怎么使用这个功能。那下一个新闻呢，也是我们有专门做过一集影片讲的，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在怀疑说，到底你的手机有没有在偷听你啊？本来我们大家都是专注在可能这些其他的社群 App， 是 Facebook 相关的企业 ，Google 什么等等，但其实后来被发现了 ，Siri 也有随时在偷听你。那这个并不是都市传说，是真的，因为在美国就有这个确切的诉讼案，那现在连赔偿的方案都已经出来哦。那他们说，如果你曾经在2014年到2024年之间使用过任何支援 Siri 的苹果装置，那如果你都有经历过 Siri 莫名其妙的启动这些状况，那你就有机会向 Apple 索取赔偿。那当初会找到这个也是一个爆料，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他们发现说 Siri 的声音资料会被外包的承包商听到，那还有疑似去录到一些私密对话，那这个引发非常多用户的隐忧。那其实大家一开始最担心的，除了隐私之外呢，也觉得说怀疑会不会他们录下这个声音是知道我们每天生活在干嘛，拿来当广告使用。但苹果曾经他们当初做这个记录的动作，其实是为了改进它的表现哦。Siri 我们也知道它的表现并不太好，那他们绝对没有用这个录音来卖广告，那只是当初的条款写的不太清楚，那它的资讯并没有非常的透明，所以在美国被集体诉讼。那在今年初呢，苹果决定以$9500万来和解。那如果你在美国你可以申请的条件就是你有使用过任何支援 Siri 的装置，那这边像是 iPhone、iPad、Mac、Apple Watch， 还有 HomePod 等等。那你有办法证明说，你曾经有录到所谓 Siri 莫名其妙的启动。记得就是在2014年到2024年之间，每一个人呢最多可以登记5台设备，那每一台最高可以赔偿你$20，所以最高你就可以拿到$100的赔偿。那申请的期限呢到今年的7月2号为止。那没有收到通知信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自己上网去申请这个赔偿。但苹果也有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说自己在这个部分有去侵犯到客户的隐私，他们同意和解只是为了避免在这个官司再拖下去。他们现在已经在他们 Siri 里面的系统有大幅的改进。那他们说现在 Siri 的语音辨识预设都是在本机处理，不会再上传。那使用者呢可以自己决定什么资料要分享给苹果，还新增了可以删除 Siri 资料的这个选项。如果真的很担心有一些隐私的疑虑，甚至在本机上面你都可以直接做删除。所以这个很有趣啊 ，Siri 偷听了你，然后苹果赔了钱。那虽然这笔金额不大，但如果真的有碰到相关事件的话，你就可以当苹果请你喝杯咖啡吧。好，那下个新闻应该很多人在期待。那所以常常分享这些未来新闻的时候都有点两难啊。你不分享，别人就说你怎么总是慢半拍？那你分享还没出的产品在分享什么？那不论如何啦，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做很多苹果相关的新闻。我觉得外面都已经在报道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看 Mac Rumor 上面的报道，他们说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更新或是最大的亮点就是 Face ID 会被隐藏在荧幕下。那这边说这个动态岛的话即将退场，那这边讲的是动态岛的这个
挖孔，但这个功能基本上是软体相关，所以它要存在还是没有问题。那他们说前方的萤幕呢，会移到萤幕的左上方的一个小开孔，那就是为了让它整个视觉啊，还有这些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Face ID 隐藏在萤幕下，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非常多这种可以把它相机镜头隐藏在萤幕下的这种技术。那不管在三星或其他路厂，我们都有看到。那通常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当你前置镜头的相机也要做这种方式隐藏的时候，它在拍摄上面的成像就会有很大的减损。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爆料是说，这个挖孔单镜头的挖孔还是保留在上面，但是 Face ID 毕竟它不需要一个非常清楚的影像嘛，它只是必须要在你的脸上做这个 3D 建模的扫描。那如果这种时候用这种萤幕隐藏的技术，应该还是可以办得到。那第二个他们说的亮点功能就是会有可以变更光圈的镜头。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在其他厂商啊 Sony 或者其他的三星，他们前都有做过这样的镜头，但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这些厂商后来有的逐渐会把这些功能拿掉，或者有时候加回来，有时候拿掉。那这可能是在他们成本上面的控制，或者说这样的组件要做在一个那么小的镜头其实不容易，而且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感光元件那么小的情况下，那加入这个可变光圈，可能对一些可能在摄影要录影的人，是很有帮助，但是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到底这个功能的意义在哪？同时也会造成它事后如果要维修的话，成本变高。那如果是一个一般人用不太到的功能，增加这个组件，增加厂商的成本，也增加用户事后维修的成本，那是真的必要有这个功能存在。但如果真的感光元件像1英寸的感光元件的话，那可能再加入这些可变式的光圈，在玩法上面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拍摄的模式，或是可以拍摄出更接近这种不管是微单啊，或是手持相机的这种成像。但因为毕竟如果要求谨慎的话，现在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什么看法，对于这种可变光圈的镜头加进去，你们觉得是不是一定有必要？那下一个亮点功能也是镜头相关，他们说的是会使用三星的3层堆叠感光元件，那画质提升啊，它的杂讯也会降低，然后 HDR 的表现也会更猛。那这种时候更尤其可能在光源不好的时候拍摄照片跟影片，它的成像也都会更好。再搭配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可变光圈的模式，那你就不会变成说想要夜晚的成像更好的时候需要使用大光圈，但是在白天你要拍摄影片的时候又没有办法缩光圈，那你要用减光镜什么等等，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以苹果一直以来真的很专注在录影上面的表现，那可能这样的规格搭配起来好像有点意义存在，但同样啦，就是一般人可能用不太到。那第4个亮点呢，就是他们也会加入自家的通讯晶片，那可能会叫 C2 或是专门给 Pro 系列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说，终于他们彻底在这个地方摆脱了高通了。那我们看到苹果在 C1 晶片上面的表现，就是真的在续航力上面啊、省电上面，他们是有做到一些优势出来。那这种时候，在苹果可能未来手机想要做的更轻薄，像他们在有这个 Air 系列来讲，那再搭配自家的这个非常省电的通讯晶片，那不管在它的续航上面、它的发热上面都能得到更好的控制。那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在他们的组件成本上面，不用再跟别人买，这个是自己研发，那自己找人制造的，在整体 iPhone 组件成本上面也可以降低，所以用更低的钱、更低的成本换来更好的表现、更好的续航，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选择。那下一个呢，就是 A20 Pro 的晶片，那终于会进入台积电2奈米的制程，那他们说效能会比 A19 Pro 还快了15%，那省电省下30%，那下一代 AI 功能就会更依赖这颗处理器。但是通常一个第一世代的一个新制程的处理器，我们在过往几年来讲看到的表现，不管是说 iPhone 12或者说 iPhone 15来讲，这种第一世代的新制程的这个处理器的整体上的表现，通常在第1年的时候会稍微比较有点问题一点，所以大家就是先打个预防针啊。如果有在关心这一点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实际出来的这 A20 Pro 的表现怎么样。好，那下一点他们说12GB 的记忆体标配，那这个目前我们好像在 iPhone 17 Pro 全系列上面都已经看到说会搭配12GB 的记忆体。那这个其实在 Android 的旗舰机很多都是在16GB 的记忆体，或者说可能更多了。但是苹果现在因为他们要在非常多 AI 功能要在本地来运算、本地来跑，所以可能12GB 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起点。那我更觉得也是现在使用 iPhone，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记忆体调度上面很多时候很容易一些小事情它就去杀后台。那你常常去很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同样类型的晶片放在这种笔电上面，即使是 Air 上面，它可以同时开那么多不同的 App， 但是在 iPhone 你今天可能开到2个 App 到3个 App 的时候，你可能本来在另外一个 App 开启正在进行的事情就会被杀掉。那这可能就是本身 iPhone 记忆体调度的问题了。那这一点我觉得在使用上是有一点稍微困扰。那最后他们提到就是上市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爆料啦，就是2026年的9月，每一年都是一样的时间去来上市哦。但是最近有一个传闻非常有趣，就是说苹果可能在他们这个 iPhone 的机型里面会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个就是传闻，大家听听就好。就是可能 Pro 系列来讲，或是说比较主打的旗舰系列一样在9月上市，但是很有可能 Air 或是其他更轻薄的1系列呢，未来可能还有
有折叠机的系列会把它切开来，在半年后上市。那这种操作的模式其实就跟三星非常像。那三星先前是有一个 Ultra 系列，有 Note 系列，还有折叠机系列。那他们后来把 Ultra 跟 Note 结合在一起，但是折叠机呢，它还是算旗舰机的系列，所以它跟现在的 Ultra 就是 S 的系列还是把它拆开来。所以这很有趣，我觉得也是某一方面也是去帮助这个品牌，在他们在一整年里面都有不同的产品持续去炒热他们的热度。那有时候一个品牌在很多产品在发表的时候，有时候不单单只是要去主打说这一个产品要去卖得更好，而是让很多人去看到说，苹果也有新产品。那你去关注苹果这个产品或是这个品牌的时候，你会去看到他们其他的产品线。那你可能进而本来是去看看手机，那后来想说，我搞不好不需要换手机，我要换笔电或换平板，然后你就变成去买他们的平板。所以我觉得这种行销策略，就像苹果在近年来的发表会，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尝试说，以前是一天发表全部的产品，那现在他们有办法把它拆开，可能一天发表一个，隔一天再发表一个，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行销的这种热度把它拉长一点。那这种模式再转换到以后更多的产品分不同的季度，可能比较中阶机种把它拆开一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或许也不是一个坏事。可能看这次 iPhone 16E 整体的表现怎么样，苹果以后再加入折叠机之后，他们要怎么来去分花这个一年季度的行销档期，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值得去看的。OK， 好，那我们今天3则新闻就先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想分享，或是关于这些新闻有什么想讨论的，或是你可能看到什么新闻，希望我们多做报道跟分析的时候，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李，我们下次影片见，拜。